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呢？花多少时间在刷不完的刺激上呢？花多少时间在各种讯息的来回上呢？你从这些消耗的时间里面有得到什么意义吗？社交媒体危害、网络成瘾、手机依存症，都是被讲到烂的问题。但为什么会被讲到烂呢？因为问题一直存在啊，就跟房价一样，而且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动接受刺激的懒惰天性，我们已经很习惯让别人决定我们的注意力要用在哪里了。而科技和网络技术太方便，网络媒体世界就是我们可以不花一分力气就能被动得到大量刺激的地方。里面无数没意义但非常吸引人的垃圾资讯，让我们像成瘾患者一样无法自拔。你说这种直击本能的娱乐有可能消失吗？除了娱乐，还有各种通知、邮件、推播和其他人的讯息，追杀不完的工作。他们之中很多明明并不急迫，也不重要，但就像强盗一样抢走你的注意力，中断你正在做的事情。你就像有强迫症一样，不断的抓起手机回复讯息，不点开通知和推播，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日复一日，让你的生活价值完全无法累积。如果不 handle 这些问题，任由他们占据我们的注意力跟我们的生活时间，不说其他的，就看我们现在，你想做到多少事情，有做到多少事情，再看我们流走的时间，你怎么想呢？撇开别人不管，希望来到这的你我都能够整顿自己充斥垃圾资讯的生活，主动选择让什么东西以什么形式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么在《深度数位大扫除》这本书里面它的原文提一下叫做数位极简主义。这本书在阐述一种生活哲学，探讨如何对待数位科技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极简主义的数位版本，清扫生活中的数位垃圾。当然也可以适用在现在人的人际沟通、人际互动方式上面，更会带着我们思考虚拟跟真实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你喜欢极简主义，那你大概率也会喜欢这本书探讨的智慧。今天透过这本书来分享一些思考。数位垃圾最大的危害之一，就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要专心累积什么东西的时候，持续截断我们的注意力。在我们独处的时候，不停地发出噪音跟杂讯，让我们无法专心、无法专注。专心或专注是任何领域做出好成绩的重要基础。一个人失去专心的能力，就像没有瞄准镜的狙击枪，你的性能再强，射程再远，不能产生有效打击，那也没有用。而数位垃圾强大的干扰性，正是让我们不能专心的元凶之一。如果你不管理你的数位环境，就像房间不打扫一样，你的心智也会被搞得一团糟。如果是房间杂乱，那我们看得到，但心智混乱你却不知道。如果你自问开头的问题，自问自己目前与目标的距离而感觉不太妙的话，你可以考虑好好整顿你的数位生活、数位环境，还自己一个清静和充满生产力的思考空间。总体来说，你需要做到几件事情：建立可以专心的时间跟空间，培养有意义的生活重心和休闲生活，还有主动消灭通知的干扰。我们可以透过接下来的练习，转换自己跟数位科技共存的方式。这个练习分3周的功课。第一周，安排每天独处1个小时。这个小时，管你是去冥想、阅读还是锻炼、散步，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讯息，没有邮件，没有任何媒体新闻，没有其他人。你需要扎实的独处，去适合的地方专心进行适合的活动，专心和自己相处。你需要事先决定好进行独处1小时的时间跟地点，可以的话，你也最好先决定好自己在那1个小时里面要做什么。第1周的功课完成以后，我们进到第2周，安排除了使用数位产品之外的活动，在闲暇时候做。数位世界是很容易传染负面情绪跟累积压力的地方。下班、下课或空闲的时候，如果是为了放松而使用数位产品，瞎逛杀时间，这其实是用错了方法，会造成你更多的隐性压力、显性压力。这同时也代表了你并不会把握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卡尔纽波特，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有助我们恢复能量的闲暇活动大体有3个特征。首先，有阻力难度的休闲活动更能有效的恢复能量。有阻力的休闲需要你花费能量，正确的花费能量有助于得到能量。
得到能量，你才能够真正在休闲中得到滋养。比方说下班后有系统的完成半小时锻炼，拿一本书每天读一个章节，确实的阅读思考1个小时，这些都需要你推动自己花费一些意志力去做，而且会有点辛苦，但你完成它们之后，身心状态是增益的，尤其是经过锻炼之后生理状态可以强烈的影响你的心理状态。反面的例子是下班以后躺在床上滑整天手机，这个是没有阻力的事。你的整体状态或许在你滑完手机之后并没有差太多，但你会经历空白时间。什么叫空白时间呢？就是被时间炸弹炸掉的时间啦。你可以想得起来你经历了什么事情吗？你能想得起来自己累积了什么吗？想不起来，那你的时间不就是空白的吗？而且你做完整天没有意义的事情之后，很可能伴随微妙的无意义感跟焦虑之类的情绪，让你情况更加的糟糕。再来，在真实的世界使用知识和技能产生有价值的事物，比花时间在数位世界里游荡更能恢复能量。那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它可以简化，但是适用范围扩张我们把它重新定义成用我所能产生有价值的事物，比无所事事更能够恢复能量。张弛有度可以帮你走得更远，但是你要持的有方法，让你自己松的有意义。就算是活在当下，你也要真的是活在当下，那才有意义啊。最后第3点，真实世界的互动比网络世界的互动更让人快乐和有益。总结以上，有助我们恢复能量的闲暇活动会有以下几个特征：有阻力、产生价值和真实世界互动。你可以参考这3点来安排你的闲暇活动，尽量去满足这些条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考虑培养一个有一点难度的兴趣。好，这个是第2周的功课。接下来我们进到第3周。第3周的功课是当个反讯息者。如果你很常跟人家传讯息，当你有自己的工作和计划要做，却常常被讯息给中断，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现在你要主动停止这种状况你要关闭讯息通知，在你的任何装置都不要看到会跳出来的通知，并且在特定的时段才检查讯息，并且看你的心情决定要不要回复。比较重要的就直接打过去用讲的，而且你要让所有人逐渐知道你会这样做。如果真的有重要的事情找你，就请打电话。我们要阻止讯息干扰打断我们的专心，阻止那些没有意义的讯息来回吃掉我们的时间。很多讯息整天没有回也不会怎么样，下班下课以后你才传一个哈哈笑死，你们一样可以继续交流，如果你想要的话。好，那这就是这一期的内容，希望多少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我是拜伦，我们下期再见喽。